在初九帮龙婷检查房间里是否有人的时候，龙婷无数次想对他说什么，最终却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任由他检查完之后默默地走出去。两个人明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房间紧挨着，有时候他却觉得他们之间宛若天涯。初九对他有情，他知道，正如他对初九亦有情一样，但两个人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纸。他大仇未报，不敢考虑感情的事。初九则是因为师公当初跟他说的话，他铭记于心，说到做到，深深地爱着他，却又始终将自己定位在保镖、佣人、助理等位置上，就是不曾想过成为他的女人，他的妻子。他是不敢，也是跨不过那道心里的防线，总认为他配不上他。有什么配不上的呀？他们都是失去了至亲的孤儿，他就比他好一点，有养父母，有师父师公，而他除了他再无他人。龙婷在心里告诉自己，等他大仇得报了，就向初九表白，好好的扭转他那执拗的性子，否则两人就算在一起，他都还是现在这样的姿态，他会被气死的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事，他都需要端着少爷的架子才能逼得他服从。静坐了片刻，龙婷才去洗澡，一夜再无话。隔天龙婷起来时，初九已经在厨房里准备早餐。龙婷穿着一身运动服，她每天起来都要到外面跑步。进了厨房，看到初九在煎牛排。少爷早。初九扭头看了龙婷两眼，问好。龙婷说道，你昨晚很晚才睡，怎么又起这么早？要多睡会儿，睡眠不好影响皮肤。也不算早，每天都是这个时候醒来。少爷，你出去跑步吧，等你跑步回来便可以吃早餐了。龙婷默了默后说道，以后交给他们来做，你不要事事都往身上揽。少爷不喜欢吃我做的饭菜吗？饮食上要注意，我做的少爷可以放心的吃，别人做的少爷还得防一防，他是绝对不会害少爷的。少爷的每天三餐他都负责，不想假他人之手，就是食材都是他抽空去买回来的，同样不假他人之手。在 H 市太多人想接近少爷，也想加害少爷的了，他不亲力亲为都不能放心。龙婷抿抿嘴，不说了。扭身，他走出厨房，到外面去跑步。他就在自家别墅的院子里绕着跑了2圈，然后去伺候一下他的中草药，还有那些有毒的植物。有毒的植物伺候起来要很小气，他都交代保镖们要戴上口罩和手套，才能碰那些有毒的植物，免得不小心中毒了。虽然它能解毒，但中毒时的那种痛苦，在服下解毒丸之前还是要受一下的。不过一般情况下，他种的那些有毒的植物都是他和初九在打理，因为就他俩随时都带着解毒丸，他们也懂得如何避免中毒。少爷，你去用早餐，我来。初九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，看到龙婷在伺候那些草药以及毒药，他快步上前来，要从龙婷手里接过工具。不用了，我都快修剪好了。龙婷说道，我就是修剪一下黄叶，需要浇水吗？今天不用浇水，他们耐旱。H 市的夏天不像管城那么热，南方人避暑挺喜欢来 H 市的，因为凉爽。贝贝一放假就过来，就是冲着这边的凉爽而来。初九还是帮了一下忙，伺候完草药，两个人往主屋而回。10几分钟后，餐厅里只有龙婷的那份早餐，初九都是在厨房里吃。不管龙婷跟他说了多少遍，他都不肯和他同桌吃饭。初九，龙婷站在桌子前，板着脸沉声叫喊。刚想吃早餐的初九听到他的叫喊声，连忙走出来。你的早餐呢？少爷，我在厨房里吃就行。厨房大，里面也放着一张小餐桌，他在里面吃也是一样的，就是稍微会热一点。龙婷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，点开了妹妹君言的微信，然后打了视频通话。
这个点君言还没有上班，应该也是在用早餐。很快君言便接了龙婷的视频通话。婷哥，君言叫了龙婷一声，兄妹俩视频通话时，君言都很少笑，不过会比平时温和点。妍妍，你看看你哥我，就自己一个人吃早餐都没有胃口。龙婷将视频对着餐厅拍了一圈，向妹妹投诉，你九姐总是躲起来吃，让我一个人吃，一点胃口也没有。我每天几乎都是饿着肚子出门的，因为没有胃口，吃得不香，也就吃不多，不就饿着肚子出门。他可以强逼着初九在餐桌上坐下来，但那样也会影响两个人的心情，影响食欲。知道初九拿3个妹妹没有办法，只要他和妹妹们说了，初九就会勉为其难地陪他吃一顿饭。龙婷有时候都要吃妹妹们的飞醋了。初九最在乎的人无疑是他，但有些事他说了都不管用，还需要他向妹妹们求助。君言看到了站在哥哥身后的初九，他说道，叫九姐陪你一起吃。九姐，你躲起来吃什么好？吃的不想让我婷哥知道呀。妍妍，我没有，他吃的和少爷吃的是不一样，不过都是他喜欢吃的。他更喜欢吃广式的早餐，清淡点。龙婷就偏重口味，广式早餐。他偶尔尝尝鲜还行，经常吃他会厌。他却是天天吃都不厌，哪怕只吃一碗白粥，他都喜欢。龙婷就不喜欢吃白粥，如果让他吃粥的话，他要吃有味道的粥，例如皮蛋瘦肉粥、鱼片粥等等，就是青菜粥。他也吃，胜过让他吃白粥。你不和婷哥一起吃，他总以为你做了什么好吃的躲起来吃，不与他分享。君言说到，以后你每天3餐都和我婷哥一起吃。初九还没有说话，君言又说他家哥哥婷哥，以后这种小事情不要打电话给我，谁那么无聊理你这种小事。九姐，我很忙，希望你以后配合一点，不要让婷哥随便占用我的时间。他舍不得骂你一句，总是麻烦我们这些当妹妹的，天大的事麻烦一下还可以，鸡毛蒜皮的事也麻烦我。初九歉意地说道，妍妍，我保证少爷不会再打这样的电话打扰你。九姐，我哥很在乎你，有些事你也不必执拗不改，你和我哥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18的感情呢，我和我哥相处的时间都没有你们那么长，在我哥心里你是最重要的。君言很快便挂了电话。龙婷的脸泛点红，妹妹说的话像是在打她的脸，嫌弃她没用。她是真拿初九没有办法吗？知道能让初九妥协的人只有3个妹妹，只得厚着脸皮打扰君言了。在战六叔家里则是麻烦了贝贝，就是他的养父母出面都说服不了初九的。初九也不说话，他默默地回到厨房里，将他的那份未吃完的早餐端出来，然后在餐桌的一端坐下来，与龙婷的位置保持着距离。少爷嫌我吃的早餐清淡，所以我和少爷吃的确实不一样。初九只解释了一句，便不再说话，继续用他的早餐。他用完早餐还得出去帮少爷检查一下车子，怕有人会在少爷的车子上动手机。初九会维修汽车，不仅仅是他，龙婷身边的保镖连同他本人都会。有谁敢在龙婷的车子上动手脚，很容易就被发现的，因为每次用车之前，他们都会先检查一遍车子，确定没有问题才给龙婷使用。这种精神高度紧张的日子，他们已经过了几年，都盼着龙婷快点报了大仇。只要大仇得报，坏人都绳之于法了，他们就不用这般紧张了。就是龙婷身边的保镖，每年飞鹰就会帮龙婷换一次，怕保镖们受不住这种高度紧张的日子，压抑了反而对龙婷不利。换来换去只有初九没有换，他承受能力极强，非那些保镖能比的。况且他和龙婷是拴在一起的，生死与共。
你做你喜欢吃的，不必跟我一样。龙婷看着初九吃，说道，妍妍说了，叫你以后都和我一起吃饭，我一个人吃饭确实吃得不香。初九没有抬头看他，只是嗯了一声。顿了顿，龙婷小心翼翼地问他，初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拿妍妍来压你？没有，少爷想多了，少爷，快吃吧，等会儿还要上班。初九提醒他，今天不是休息的日子，他只要出了家门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宝贵的，不能随便浪费时间。龙婷说道，我知道，你别催我，我也就在家里才能放松放松，出了这个家门都要戴着面具做人。你不要吃那么快，风卷残云似的，慢慢吃。习惯了。在龙婷不停的说话间，初九已经吃完了他的那份早餐，然后起身收拾好碗叠进厨房清洗，想让他陪他一起吃早餐。结果就2-3分钟的时间，他已经吃饱喝足，而他还没有吃。到最后依旧是他一个人面对着长长的餐桌。初九洗好了碗筷，便出去做出门前的准备工作。出去之前还不忘提醒龙婷别磨磨蹭蹭的，他的早餐要冷了，冷了不好吃。等初九走后，龙婷的手机响了，有新的微信信息，他妹妹君妍发来的。君妍问他，九姐有没有和他一起吃早餐了？龙婷沉默了一下，才回了语音信息给君妍。他是从厨房里出来，但他吃饭的速度快，2-3分钟就解决。我只顾着和他说话，他吃完了，洗了碗，出去了。我还没有开吃。九姐生来就是克他哥的，他哥在外面再强势，回到家里，在九姐面前就强势不起来。只要是他心疼九姐，舍不得。最后君妍回了2个字给龙婷，活该，打了视频电话向他求助，浪费了他的时间。看在兄妹的份上，他帮了哥哥，结果龙婷无脸，他是活该。君妍没有再发信息过来，他准备出门上班去。穆晴问他，你婷哥和九姐怎么样了？原地踏步。穆晴，初九还是那么固执，也难为你婷哥了。妈，婷哥和九姐的事你不用太操心的，婷哥是压力大，暂时不敢考虑，等他大仇得报，九姐还能逃出他手掌心不成？再者，我九姐舍得离开吗？她生是我婷哥的人，死是我婷哥的鬼，你的儿媳妇跑不掉的，放心吧，安心等着我婷哥收官，然后迎娶我九姐。穆晴笑着，你说的倒是轻松，龙婷做起来很难的，这几年她在那边也不容易，在生意上她又拒绝与我们几家来往，怕被他的仇人知道，确定了他的身份。就是这几年他遭受到的暗杀也无数次了，初九都为他受了几次伤。穆晴话里满满都是对杨子和初九的心疼。婷哥自小就背着血海深仇，注定了他的路是很难走的，初时困难一点，现在已经好起来了。妈，婷哥和九姐那么厉害，没事的，他但凡有点事，我们还能坐视不管。四婶的那些师兄弟姐妹们难道会坐视不管？这是婷哥的大仇，他说了要自己亲手报，不许我们插手而已，否则10个龙氏家族都不够大家铲平的。穆晴说道，我当妈的哪能不担心，为人父母都是这样。龙婷虽非他亲生，但从他1岁多被他捡回家，他就把龙婷当成亲生的看待，30年的母子情了。龙婷的人生大事，穆晴是最担心的。他亲生的一双儿女，他反倒不用操心。君妍有小欧阳守护，叶瑶现在也有一大堆的爱慕者，他暂时还没有对象，但是不愁娶不到老婆的。对于自己亲生的儿女，穆晴都不催婚，他就催龙婷。龙婷30出头了，又没有了血亲，他这个养母不为他操心，谁为他操心？哦，还有程玲玲这个当师傅的，也操心着龙婷的人生大事。但有些事不是你们担心，
操心就能成的。妈，慢慢来吧。反正我九姐陪着婷哥，他要是没有目标对象，你和我四婶就要操心了。初九那孩子固执得很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关系的转变，头痛呀。君言说道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婷哥自是能改变九姐的，九姐不变，我婷哥都会变着去迁就他。妈，我不和你说了，我得回公司开会，等会儿迟到了，早上又容易堵车。君言看一下时间，快步出了屋，他的司机早就开着车在屋门口等着他。穆晴跟着出来，看着女儿的车子开走，保镖车随即跟随。良久，他自言自语的道，孩子还是小时候可爱。孩子小的时候天天都待在父母的身边，对父母的依赖也多一点。长大了要上班，忙着公司的事，早出晚归，母女俩想说些话，只能选择在早上女儿吃早餐的那点时间。平时就是亲母女俩，电话少，微信也少，哪怕女儿天天都会回家。穆晴总觉得女儿远在天边上班一样，大家都忙呀。她的生意女儿明确了不接班，她现在还要自己打理，再过几年精力不如前了，就交给儿子来接班了。风尘集团是君言接了班，叶瑶这个当哥哥的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吧。晴晴妍妍出门了，程玲玲从她家的方向而来，看样子是想散步的，看到穆晴站在屋门口，这个点了，不用问也知道穆晴是送君言出门上班。刚出门，程玲玲招呼他走，咱妯娌俩在山庄里随便逛逛，你不着急回公司吧？不着急，穆晴是还没有退休，也没有像年轻时那样整天顾着生意了。他公司里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精英，就算他不回公司，公司也能如常运转。叶瑶每天也要去他公司坐上几个小时，处理一些工作上的问题。叶瑶主要是接管他和叶氏的生意，那小子也是野心大的，自己也成立了几家公司，忙碌的时间不比君言少。就是前段时间，叶瑶后面开的一家新公司，因为生意不好，关门大吉了。为此，他被他妹妹狠狠地说了一顿，说他胃口那么大，盲目扩张，训得叶瑶头都不敢抬，话也不敢说一句。而其他兄弟也没有一个敢替大哥说话的，他们自己也有小公司，就算经营不善，他们也不敢让君言知道，怕被君言一顿骂。反正他们的小公司与风尘集团没有生意往来，叶瑶前不久才关门的，一家公司与风尘集团也没有生意往来，他自己成立的公司，他都不与家族生意有往来，想靠自己的本事爬起来。目前除了关停一家公司，其他几家公司经营的还是很不错的，前途无量，否则又要挨妹妹一顿批了。妹妹总说她能接过母亲的班以及奶奶娘家的生意，就很不错了。她这个在 A 市属于杰出的青年才俊，在孪生妹妹面前被甩出一条街那么远，妹妹太优秀，当哥哥的有很大的压力。叶瑶总觉得父母的经商天分全都给了妹妹，她只继承到一点点，可能在娘胎里她就输给了妹妹。雨辰出门了，穆晴问了句，没看到二嫂，估计是出门了吧？程玲玲答道，又说妍妍今早出门有点晚，被什么事耽误了？君言每天出门的时间雷打不动的，今天却晚了近10分钟，程玲玲才会问一句。穆晴笑道，你还留意到这一点？我都没有留意到他每天什么时候出门的，只知道我和他爸散步回来，他已经出门了。晚上我们回家休息了，他都还没有回来，天天早出晚归，比我们年轻时还要忙，住在一起经常都见不到他一面。今天我是特意早早起来等着他的，否则真的很难见他一面。就这么一个闺女，本想千娇万宠的，想让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，
只要快乐健康就好。结果他非要接班，我心疼得很，又拿他没有办法。闺女比我们都要强势，她那大姐头的范儿从小就有。穆晴话里话外是心疼女儿，却也有着遮掩不住的骄傲。一双儿女都很优秀，叶瑶是不如妹妹，但在 A 市的年轻一代里，她是属于佼佼者的。习惯就好，以后咱们老了，也会像我们的公婆那样，每天盼着有个人陪陪。不过咱们人多，一般人聚在一起也热闹。程玲玲最喜欢婆家的人丁兴旺，热闹，大家又能和睦共处。年轻一代都很优秀，他们做父母的压根儿不用操心什么。以前他们的公婆还会操心一下孩子们的婚事，程玲玲是不操心的。她觉得孩子们的正缘来了，自然会结婚，正缘未来，你就算天天安排他相亲也没有用，顺其自然吧。程玲玲本就不喜欢操心，她每天要看的病人，要做的手术都排得满满的，哪有那个空闲时间操心那么多呀？唯一遗憾的就是未能将哭包儿子打包送给海童当女婿养。君飞对贝贝也只有兄妹情，没有男女之爱，他是真的很喜欢贝贝。龙婷打电话给妍妍说初九不肯和他同桌吃饭，让君妍替他说一说初九这孩子的脾性，你是知道的。也就君妍和贝贝这些他看着长大的妹妹，能克一克他。他哪几个妹妹没有办法？妍妍强势，贝贝软萌，君晓会撒娇。初九就拿这3个妹妹没有办法。程玲玲说到怪到妍妍出门迟了快10分钟，原来是为了龙婷和初九的事。结果怎么样了？初九和龙婷一起吃饭了吧？但初九吃东西快，龙婷顾着说话，初九2分钟就吃完走人，他还是自己一个人。程玲玲哈哈的笑，他那是活该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，让初九知道他对他的感情。你觉得他表白了，初九会接受吗？穆晴反问程玲玲，想到初九的脾性，笑容慢慢收敛。也是爱折磨人的，不管他们不在我身边，我眼不见为净。龙婷是顾虑太多，等他没有顾虑了，我就不信他还拿不下初九。你也别太担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咱们不必为儿孙操心，过好咱们的晚年生活就行。哎，我等着退休呢。可是龙婷现在还没有时间接过我的班，君飞在医术这方面始终是不如龙婷的，也就比一般的医生强了那么一点点吧。穆晴说道，君飞自己开了一家大医院，也经常帮人做手术，经他医治过的病人都恢复得很好。他不是比一般的医生强一点点了，是很强好不好？你不要总贬低君飞吗？